洋洋当了个实诚的孩子。他说完后就直勾勾地看着姨丈，小心地问着姨丈：“你会生气吗？因为小姨没生小妹妹。”战印抱着小家伙走到大家的面前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来，让洋洋坐在他的大腿上。等海童挨着他坐下来了，他才回答小家伙的问题呢。姨丈不生气啊，虽然姨丈更喜欢女儿，不过儿子也很不错，你小姨生个小弟弟，像你这么可爱的也很好呀。其实战印也不敢抱希望的，是奶奶请回来的那位大师，帮他夫妻俩算过命后，夫妻俩才会奢望一把。用海童的话说，夫妻恩爱了1年才怀孕，不管是男是女，都是他们爱情的结晶。洋洋松口气啦，他从战印的大腿上滑落，走到回海玲的身边，对妈妈说道：“妈妈，哎呀，小姨和姨丈都不生气，你以后不要教我撒谎了。”众人大笑，海玲是笑着脸都红，伸手轻捏一下儿子的小脸，对儿子说道：“出去玩吧，别跑那么远。”洋洋嘟着嘴：“我一个人不好玩，妈妈，你陪我吗？妈妈跟你小姨聊聊天，就你自己出去玩。”洋洋还是不想走，游游山庄是很好玩，但就他一个人呀，再好玩，人少也不热闹。战印笑道：“你九叔这个星期放假，这个点应该起来了，你去找你九叔玩，要不就让管家帮你叫你那些小玩伴过来。去游乐场玩耍吧。”在战家工作的工人很多都带着孩子的，只是平时他们不敢让孩子进入山庄，在儿童游乐场玩，哪怕主人家很和善，他们也不敢，除非接到了邀请，例如洋洋过来玩，管家就会允许工人的孩子进入山庄，陪着洋洋在儿童游乐园那里玩上几天。平时啊，要是九少爷和老太太在家里，也允许孩子们进来玩，不过管家叮嘱他们，只能在儿童游乐园玩，不要到处乱跑，免得弱主人家生气啊。这不仅是管家叮嘱，工人们也会叮嘱自家的孩子。听说战燕放假在家里，洋洋立即就说道：“我去找九叔玩。”小九还没有成年，10几岁大的孩子，跟洋洋这种3岁大的孩子玩不到一块儿。不过他会玩，洋洋喜欢跟着他玩。战印吩咐管家送洋洋去三叔家里，让小九带着洋洋到处玩，就不会打扰到大人们聊天了。洋洋很快就跑出去了。战印看向陆东明，说他：“东明，哇，你已经好久都没有过来了，以后可得和我姐常来啊。”唐君夜也说：“陆东明，你和阿印还有苏南是最好铁的哥们，最近都生疏了，还是要多来往呀。”大家都知道陆东明很少再来山庄的原因，是他行动不便，他担心他过来影响大家的心情啊，还要别人照顾他，拖累大家。陆东明笑道：“我也忙吗？没有时间。你和海童在蜜月中呢，我也不好打扰你们夫妻俩。虽说小夫妻俩没有外出度蜜月，仅是在管城自驾游，陆东明也不好打扰小夫妻。换成是自己，他若是和海玲结婚了，蜜月期间也不喜欢被人打扰，就喜欢夫妻俩天天待在一起，游山玩水，坐看日出日落，这样的日子真是快乐过神仙呀。”管家送洋洋去了3房那边，回来后恰好看到了苏南带着沈小军过来，他进屋恭敬地对战印说道：“大少爷，苏南少爷来了。”唐君夜就顿时笑起来，说：“曹操，曹操就到。”海童接话：“还好我们没有说苏南的坏话。”众人又笑。苏南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，与沈小军一同进屋。小军看到好友，海童笑着朝好友招手，那战印则是起身走向苏南，边从苏南手里接过东西，边说着：“铁哥们又不是第一次来啊，还买这么多的东西，又破费了。”苏南笑道：“不怕你生气，这些补品不是我们买的，是亲朋好友送给小军补身子的。小军就一张嘴，能吃多少，就给海童送一点过来，帮小军分摊一点了。
我表姐不让小军吃太多补品，说正常饮食，按照她制定的菜谱，准备着每日3餐，保证小军和肚里的宝宝营养充分，没必要吃太多的补品，补得太过反而不好。自家表姐给他们家里当营养师，苏南不仅敬着表姐，也信任，就是表姐这个营养师，有时候管得比较宽，小军不说，是不想影响他姐弟俩的感情，但自己家里的事，苏南岂有不知的？别人家里的事他都能知道呢。他让母亲私底下说了表姐好几次，现在表姐才没有管得太宽，小军在家里就能自在一点了。哎，海彤一听到说是补品，他苦笑的到我这里的，都还想往你们家里消一消呢。你们倒好，一股脑的往我这里塞了。他照顾过怀孕的姐姐，也伺候过姐姐坐月子，帮着姐姐带孩子，比沈小军甚至是蓝鲸都有经验。怀孕了，真如苏家的营养师说的那样，3餐正常不挑食就可以了，没必要大补特补的。大家给他送来的燕窝，海彤也是偶尔才会泡上一盏蒸了吃，那其他补品他一般都不吃，就他的伙食好得很，营养够充足的了。那再吃补品的话，是真的补得太过了。沈小军怀孕的月份比海彤的大，小腹微微隆起，不过她穿着宽松的衣服，看上去就像是长胖了点儿。难得看到陆东明在这里，苏南放下东西后，就是一巴掌呼到了陆东明的手臂上，说着陆东明太不够意思了，天天躲在家里也不出来跟我们聚聚。咱们是好哥们呀，好兄弟呢，但是再好的朋友不常见面，不常联系也会变成陌生人，感情都会没有。陆东明连声说道：是我错了，以后我有空就约你们出来喝酒，到时候你们可不能说老婆不让你们喝酒哈，跟你们聚会喝上2口酒还是可以的。回家后我洗得香香喷喷的，再吃几块口香糖，想来我家小军不会把我赶到书房去睡。战印，总裁夫人会把你赶去睡书房吗？海彤笑道，战印又不是妻管严，我没管他那么严，但他不想干的事总是拿嫂子当借口呀，经常说我老婆不喜欢我抽烟，我老婆不喜欢我喝酒，我不应酬，我要回家陪老婆，反正都是拿嫂子当借口。苏南，沈小军笑着骂了丈夫2句，你不说话，没有人当你是哑巴。苏南哈哈的笑，我就是怕大家当我是哑巴，所以得说说话。陆东明说他一句，说的好像你不会拿你老婆当挡箭牌似的，管城的人哪个不知道你和阿印两都是妻管严，妻奴出了名的宠妻狂魔，50步笑100步而已啦。苏南笑，东明你偏心呀，偏着战印了，连筋连起来对付我了。陆东明被他打去的一张脸染上了红色，海玲坦然得很，他和陆东明的事，在熟悉的人眼里已经是默认的了，就是知道的人都把2个人看成了一对儿。你们年轻人到外面去玩吧，我们年纪大了，插不上话，又嫌你们吵。唐君业笑着把这班年轻人往外赶。战印又打电话给战义臣，将战义臣和宁云初都叫过来。2人昨晚呢是在山庄留宿的，然后几个年轻人啊在院子里的一座凉亭下坐下，品着香茗，谈天说地，悠闲地享受着周末假期啊。就与此同时的游山庄山脚下的保安亭拦下了一辆计程车，那坐在计程车后面的人按下了车窗，冲着保安亭的保安大声喊叫着：“喂，那个看门狗，赶紧的给我开了栏杆，我们要上山去。”被叫看门狗，保安很生气。就他们虽然是保安，也是正儿八经的工作，应该得到大家的尊重。有些人素质低下，提起他们保安，总是把他们称为看门狗。在游山庄工作，连老夫人都对他们礼待有加。这些人比他们老夫人还尊贵吗？凭什么骂他看门狗了？保安虽然生气啊，职业素养让他保持着礼貌。他对那个满脸凶相的男人说道：“
请问先生是哪家的？要找谁？我们这里的规定，陌生人来访，请在我这里登记才能上山。他们这是第一道关卡。就算他们上山了，半山腰还有保安亭，山庄门口也有保安室，山脚下半山腰上的保安亭，就是进行一下登记就会放行了。山庄门口的保安室就没那么容易过去了，总要经过大管家。大管家问过主人家的意思，得到允许才能进入悠悠山庄。首富占家的大宅可不是谁都能进的，打造的再美也是人家的住宅，可不是旅游景点，有钱买门票就能进。车门打开了，一个年轻的女人从车上下来，保安看着她眼生得很，确定自己是没有见过的，也是第一次来山庄的人。年轻的女性又是眼生的，了解几位少爷脾性的他们，更加要做好本职工作，问清问楚了才能放人上山。谁知道这个女孩子会不会是某位少爷的追求者？就这个年轻的女人是宁思琪，她下车后径直走到了保安亭的窗口，手里拿着的手机就朝保安拍打过去。保安没想到她会动手打人，没有防备，被她拍打了一下。反应过来后，保安立即起身往后退，避开了宁思琪的第2次袭击。你干嘛打人？就打你这个看门狗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吧，马上放行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你们家二少奶奶的妹妹，亲妹妹，是你们二少爷的亲小姨子。你们敢拦着我不让我上山，就是找打。二少奶奶的亲妹妹，这以往宁家并不是战家的来往对象。宁云初和战义臣订婚后，山庄里的工人大多数只知道二少奶奶有个弟弟，正在上大学，倒是没有听二少奶奶提起过妹妹的事。保安也没有听说过。那副驾驶座上的男人以及车后座的男人呢，也跟着下了车。计程车司机赶紧说道，不能开车上山，我就不上去了，你们给我结算车费。不行，上山吧。这可不行，不行，上山多累啊。你在那里等着，一会儿送我们去到山庄门口，我才给你结算车费。宁思琪可不想步行上山啊。这座山看着是不高，但走起来却是很累人的。他现在是不像以前那样娇生惯养，但他都出来了，又是宁家二小姐了，干嘛还要步行上山啊？那没有车子可以使用，只能坐计程车。宁思琪都觉得自己委屈至极了。计程车司机无奈啊，只得继续等着。说完了计程车司机后，宁思琪再度嚣张地命令着保安马上放我们过去。我是宁家二小姐宁云初的亲妹妹，我告诉你，不让我过去。等我见到了宁云初，一定告你一状，让你回家吃自己的。保安见宁思琪不再动手，便走回桌子前，拿出来访登记本以及一支笔，放到了窗口，对宁思琪说道，不管你们是谁，这是我们这里的规定，来访都要登记，你们登记好，我自然会放你们过去。你们若是想闯过去，有这样的胆子，那我也管不了你们。反正他在悠悠山庄工作了多年，就没有看到有人敢硬闯悠悠山庄的。就宁思琪做事又要打人，被他的2个表哥一把拉住了。思琪，不要在这里跟他闹，没意思。崔家老大就是那个面相凶恶的男人。宁家2位大姑姑分别安排了自己的长子陪着宁思琪杀到悠悠山庄来。昨天晚上也这2个人陪着宁思琪回宁家别墅，想着趁夜毒死那4条狼狗，然后翻门进去的。结果没有看到那4条狼狗守着门口，他们便以为狼狗被拴住，然后大着胆子翻门进去。谁知道等他们翻门进去，才走到院子中间，那4条狼狗就一边吠着一边朝他们冲过来。崔家老大和他表弟是男人跑得快，赶紧冲到了门口，就翻门往外逃。宁思琪却跑得不够快，跑到门口，才翻到了门上，就被狼狗跳起来咬住，将他从门身上拖掉到地上。要不是管家听到狗吠声，
迅速出来查看。宁思琪昨晚就要被4条狼狗撕了，饶是如此啊，宁思琪的脚也被狼狗咬了一口。宁云初不在家里，未经他同意，管家也不让宁思琪进屋，只是掏了钱给宁思琪，让他去医院打疫苗。宁思琪被几条狼狗吓得够呛的，拿着管家给他打疫苗的钱，就赶紧逃之夭夭，跑之前放下狠话，他一定要找宁云初算账的。今天早上，他在2位表哥的陪同下又去了宁家别墅，才知道宁云初昨晚都不在家里，跟着战一晨回悠悠山庄过周末甲了。宁思琪那个气啊，当即就带着2个表哥拦了一辆计程车，直奔悠悠山庄而来。宁云初养狼狗咬他，他要打宁云初算账，还要向战家的太太们告状，让他们看清宁云初良善外表下的狠毒。姐妹俩感情再不好也还是姐妹，亲姐妹呢，同一个妈生的，宁云初居然养狗咬她，哇，这般的歹毒，这战家敢要这样的儿媳妇？金家老大拿起了笔，在来访登记的本子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以及联系电话。保安看过后，这才放他们过去。计程车司机载着3个人上山去。金家老大说着宁思琪，思琪，这里是战家的地盘，你脾气收敛一点，不要动手，动手我们3个人只有吃亏的份。也是那个保安脾气好，看你是个女孩子，才没有跟你计较，否则人家就算不报警，叫来他们的同事，咱们也没有好果子吃。宁思琪撇撇嘴说道，我现在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就是宁云初害的，要不是他和海童，我现在还是宁家高高在上的宁二小姐，我爸妈也不会进去，我也不用被一个保安拦着。在2个表哥都瞪着他的时候，他才不耐烦的道，知道了，我不会再动手的，刚才我打的也不大，那看门狗躲闪得快，他要是闪得慢一点，我真想打爆他的狗头，不过是个看门狗，有什么不了起的，居然敢拦着不让我们过来，这是人家的规矩。计程车司机忍不住说了句，他说到，我以往也送过客人过来，人家都是老实登记就能过去了，你们还骂人打人，亏得人家保安脾气好，否则你们吃不完兜着走，开你的车要你多嘴多管闲事。大家都指责他，让宁思琪脸色很不好看，骂了计程车司机一句，就他还要依靠2个表哥给他壮胆，不能骂表哥，计程司机算什么东西，也好意思对他说教。计程车司机就不说话了，心里想着这样的人，就算送他到悠悠山庄门口，怕是都进不去的。不过啊，与他无关了，他将他们送到山庄门口，收到了车费就跑了呀，懒得再管他们。以后看到是他们拦车，他宁愿不做他们的生意，也不想再搭载他们。这里是没有公交车也有出租车的，除非约辆滴滴车过来，不过滴滴车司机过来也需要时间。这3个人离开时就慢慢等车吧。行到半山腰，又一个保安亭。这一次宁思琪就算心里有意见，嫌弃上个山还要被拦来拦去，却不敢再像刚才那样嚣张，那他也没有下车，就还是由金家老大下车去登记的。那他是3个人之中啊脾气最好的了。又过了几分钟，计程车司机将他们3人送到了山庄门口。几位到了，你们谁付一下车费啊？2个当表哥的自顾自地下了车，他们只是给宁思琪充当保镖，给他壮壮胆的，没有跑腿费就算了，可不能再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了。如今呢，他们不再是有钱人家的少爷，告别了挥金如土的日子，自己打份工，赚个几千块钱1个月的工资，那还要养老婆儿女，可得省着点。不像宁思琪，他跟宁云初闹得再厉害，就算现在进不了宁家别墅，也还是宁家的2小姐，宁家的家产他能分一份，只要他重回宁家，拿回他的银行卡、手机、车钥匙，便有着花不完的钱，这车费就该宁思琪来掏。
宁思琪看到两位表哥下车了，摆明了不会支付车费，他撇撇嘴，小声骂了2句，不情不愿地支付了车费。司机收到了车费，等他下车后，赶紧调转车头，开车下山。金家老大忽然说道：“哎，司机，你先别走，在这里等等，我们一会儿还要坐你的车回市区呢。这里可不能打车，站家多的是车辆，但不会给他们使用，更不可能送他们回市区。”崔老大和宁思琪也反应过来，想留下计程车司机，可惜计程车司机一脚踩油门，跑得飞快，那压根儿不想做他们的生意了。跑那么快，那赶着去投胎啊，没有成功留下计程车司机。宁思琪这车子大声骂了一句：“好了，那一会儿咱们再约一辆滴滴车吧。”崔老大说了句：“思琪，你这脾气真要收敛一下，你要接受现实，现在我大舅已经进去了，宁家是宁云初当家，你还像以前那样，吃了大亏都没有人帮你，就算要假心假意，你也要装一下，哄一下宁云初呀，否则你老是连家门都进不去，怎么生活？他们可养不起这位脾气大的表妹。虽说被关了大半年，宁思琪不像以前那样白吃了，但是这脾气啊，还是太臭了。宁思琪坐牢的那段时间，从一开始的嚣张到被人揍到老老实实后，压抑着臭脾气，让他看上去非常老实了。但是一出来，他这臭脾气又恢复原样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呀。宁思琪说道：“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和宁云初的过节，打小就关系不好，他眼里没有我这个妹妹，我也不当她是姐姐10几年的过节。就算我低声下气的，那宁云初也不会跟我姐妹情深的，这一点自知之明她还是有的。我是宁家的2小姐，宁家的家产是我爸妈留给我和天磊的，还轮不到她来继承呢。2位表哥，我告诉你们，只要你们帮着我拿回了管家大权，我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你们在宁氏工作那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宁云初一上位就把你们赶出公司，太无情了。要是我接管了宁氏，我马上把你们请回去，安排高管的位置，让你们帮我打理着公司的事。宁思琪许下空头支票，崔金2家人愿意给宁思琪作伴，壮胆就是打着这样的鬼主意。宁思琪比宁云初好拿捏多了，以前他们以为宁云初一个瞎子，只会买花，不把宁云初放在眼里，谁知道宁家3个孩子啊，最厉害就是宁云初了，他们都被宁云初骗了。思琪，我们自然是帮着你的，本来我们在舅舅的公司里干得好好的，宁云初不知道怎么收买了姓莫的，让姓莫的和他里应内合，就把我们赶出公司，公司才会落到他手里。他又是你的亲姐姐，舅舅和舅妈进去后，你又不在家，天磊还是个孩子，他接管宁氏，连宁氏的高管们都没有话可说，更何况还有姓莫的帮着他。大舅看人一向准，这一次却栽在姓莫的手里，他是我大舅一手提拔上来的，大舅不知道多欣赏他呢，还想过安排他和你相亲，谁知道他会帮着那个瞎子，亏得大舅对他那样信任，那么好，让他在公司里1人之下万一之上。以前我们在姓莫的面前都要礼让3分，讨好他，生怕他在大舅那里给我们穿小鞋。如今我们2家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，思琪你也是看到的了，只是我们想帮你争回一切，理不直气不壮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只能靠你。我们现在顶多就是给你壮壮胆了。崔老大和金老大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就说这好听的话，我们也知道你和宁云初这个瞎子不合，只是现在我们处于劣势，你先忍一忍，低一低头，讨好他，向他认错道歉。等他放松了警惕心，你拿回了自己的东西，再反扑他也不迟。宁思琪想了想后说到：“2位表哥说的有道理，我尽量吧，但我不能保证我能做到。那个瞎子欺人太甚，我看到他
就想抓花他的脸，真的很难做到讨好他。两位当表哥的只能劝着，也知道这位表妹性子就是那样被父母宠坏的了。要不是这位表妹嚣张任性，宁家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，被一个瞎子当了家。宁家不会落到这种地步，他们两家人也不会变成穷光蛋，只能打工度日。偶尔遇到了以前的朋友们，人家都嘲笑他们是个打工仔了，气死人。有钱的时候称兄道弟，他们落魄了，看到他们就各种嘲讽，甚至还故意为难他们。这种朋友啊，他们也不要了。以后若能翻身，有他们受的呀。我们进去吧，先见到那个瞎子再说。宁云初说着，率先走向山庄大门口的保安室。保安看到这三个人坐着计程车过来，下了车后又聚在一起，交头接耳，嘀嘀咕咕，不知道说什么。说了好一会儿才走过来，对三个人已经有了防备之心。值班的2名保安都起身走出了保安室。等到宁思琪近前了，其中1名保安就问着他，请问你们是找谁的？前来山庄的人很少坐计程车过来。这3个人衣着普通，又是坐计程车过来，2名保安便以为是哪位工人的亲朋戚友。金老大生怕宁思琪一开口又叫保安看门狗，得罪人抢了个先，边给保安递胭脂边说道：“保安大哥，我们是你们家准二少奶奶的娘家亲戚，我们俩是她的表哥，这个则是你们二少奶奶的亲妹妹，宁家的二小姐。宁二小姐出门旅游了大半年，今天才回来的，回来后发现家里没有人在家，便过来找她姐拿家里的钥匙回去开门的。她还编了个谎言，宁思琪坐牢的事，她不喜欢被人知道。当初她进去，也就是上流社会这个圈子的人知道，那普通人谁会去关注宁思琪坐牢的事？所以金老大就给宁思琪编了一个谎言，说她是出去旅游大半年刚回来，发现家里锁了门，不得已跑到这里来找宁云初要钥匙。2名保安呢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二少奶奶的亲妹妹，他们没有听说二少奶奶有妹妹的。那二少奶奶的弟弟以及表兄妹，他们倒是见过，但表哥不是眼前这2个男人。想到那二少奶奶是有3个姑姑的呀，只不过2个大姑姑跟二少奶奶感情不好，不受二少奶奶待见，所以从不请着他们过来做客。只小姑姑一家来了，游游山庄才会被当成贵客接待。3位请稍等片刻，我打电话给管家问问二少奶奶。1名保安说着转身回保安室了，另1名保安则搬来了3张凳子，请宁思琪3人坐下。虽说这2名保安的态度很好，宁思琪还是不满意，他不坐，说道：“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我直接进去找宁云初，找我姐就行了。我不在家里大半年，一出来一回来，我姐竟然和战二少爷订了婚，我一点都不知情。既然来了，理应进去见见亲家，见见我准姐夫的。”宁思琪出来后，不仅是要和宁云初争夺家产的，还想破坏宁云初和战一晨的关系。他自认为自己比宁云初好太多，她年轻漂亮，身材又好，最主要的是她不是瞎子。等会儿见了战一晨，他敢说战一晨看到他眼睛都移不开的。宁云初那个瞎子虽说也有几分姿色，但是个瞎子呀，身材也不如他性感。那个瞎子跟太平公主差不多的，也就是比太平公主稍微好一点吧。不像她样样都好。保安礼貌地道：“宁二小姐，请你见谅，我们之前没有听说过我们二少奶奶有妹妹的事，所以我们需要问过管家确定一下，又征求二少奶奶的意思了，才能让你们进去。二少奶奶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，总要经过二少奶奶同意嘛。今天山庄里呢有客人呢，大少奶奶的娘家姐姐来了，陆总和苏南少爷也在。这3个人看着就不是良善之辈，万一是来找麻烦的，他们没有问清楚就放人进去，是失职要被扣奖金的。他们每个月的奖金可是比底薪还高的。”宁思琪还想说什么，被崔老大拉住了。崔老大是一脸凶相，
也比宁思琪见多识广，知道在战家这里不能造次。思琪，崔老大小声说道，别冲动。他又笑着对那名保安说道，我们在这里坐坐，没事的，等到你们二少奶奶同意见我们了，我们再进去。宁思琪撇着嘴不说话，心里怄得要死。以前他随意打骂的人，现在却想见上一面都难。这嫁入战家的女人就是不一样。宁瞎子还没有和战一晨领结婚证呢，仅是订了婚都显得高人一等了。宁思琪在心里诅咒着，最好战一晨就是玩弄宁云初的，玩厌了就把宁云初抛弃，那样他要去买一车的鞭炮回来燃放庆祝一下。管家接到保安的电话询问后，回复保安，二少奶奶是有个妹妹，以前坑害大少奶奶，被大少奶奶送进去坐牢了，现在出来了吗？二少奶奶跟她妹妹感情也不好，她妹妹经常欺负二少奶奶的。等我问过二少奶奶要不要见她妹妹，要是二少奶奶不想见，就让他们走。保安连忙应着，还好他们尽职尽责，没有听到说是二少奶奶的妹妹就放人进去了。这个宁二小姐可是坑害过大少奶奶的，还对二少奶奶非常不好，明明是坐牢了，还要撒谎说是出去旅游，不老实，肯定是来者不善。管家亲自去了凉亭下，在凉亭下坐着闲聊的众人看到管家进来，停止了说话。怎么了？战一晨开口问着走进凉亭的管家。二少爷，二少奶奶，宁二小姐来了，说要见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要不要见她？战一晨看向了宁云初，宁云初伸出纤纤玉手，从石桌上执起了茶壶，给自己空了的茶杯倒了半杯茶，又给众人都添了点茶水后，才放下了茶壶，然后自顾自地端起了自己的那杯茶，慢悠悠地品尝着香茗，连夸是好茶。等他喝了小半杯的茶水后，他才淡淡的道，跟他说，有本事的自己进去，别来烦我。管家竟等了几分钟，等到了答复后，恭敬的应着，便退出了凉亭，不好再打扰着众人。管家立即回复了保安，让保安转达二少奶奶的意思。沈小军不知道宁思琪的事，他狐疑地问着，宁思琪不是坐牢了吗？我记得他需要到明年才能出来的，现在就出来了。他又看向自家男人这件事，他家苏南怎么不知道？苏南无辜的道，与我无关，我管他是生是死，我又不是吃饱撑着没事做，什么阿猫阿狗我都盯着。沈小军笑道，是你自己说的，就在管城呢，就没有事情能瞒得过你。我是说在管城，只要我想知道，就没有事情瞒得过我。宁二小姐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连她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，她的事我一点都不想知道。好好好，是我错怪你了，喝你的茶。沈小军端起丈夫的那杯茶，递到丈夫的面前，让丈夫喝茶，别再说话了。苏南接过了茶杯，自己喝了一口茶水后，问着战一晨，一晨，你那个小姨子是怎么回事？在里面表现好，提前出来了，昨天就出来了，回了您家，没有钥匙，进不了家门，就这样。战一晨很不乐意听到宁思琪是他小姨子的事，却又无法反驳，因为宁思琪真的是他的小姨子。不管宁家姐妹俩这有没有手足情，就都抹不掉她们是亲姐妹的事实。宁云初淡淡的道，他们住在我爸留给我的房子里20几年，不仅对我不好，还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宁思琪是我亲妹妹，可是她眼里没有我这个姐姐，她是怎么对我的你们也知道。10年前我刚失明看不见，她也不让我进来，也不让佣人给我开门，让我自己摸索着开门。可是她抢走我的钥匙，我无法用钥匙开门，只能摸索着翻门进去。她还让人往地上撒了很多玻璃碎片。我这个人其实心眼很小的，对我好的人我也记着，对我不好的我也记着，有机会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，一定不会放过机会的呀。宁思琪昨晚上带着我2个表哥回去，想毒死我养来看家护院的狼狗，
没有看到狗，他们才放弃。然后他们翻门进去，却被藏在绿化带里的狗窜出来追赶。宁思琪被狗咬了一口，管家昨晚也给了钱让他去医院打疫苗的。此刻他过来，不用问也知道他是来找我吵架的。难得在周末放假在家里休息，我可不想被他破坏我美好的心情。在座的人都不是圣母，知道宁云初过去的遭遇，那对于他现在以牙还牙，并不会觉得他做得过分了。海童说道，那是你爸留给你的房子，就是你的家，你说了算，不用管他。换成是我，早就将他的所有东西扔出去，半步都不让他踏进我的家门半步。海玲比以前要霸气了很多。宁云初笑了笑，说道，倒是不用着急，看着他想咬我又咬不到我的样子，也挺治愈我的。沈小军朝他竖起大拇指，笑道，一棍子打死了，太便宜他，就是要慢慢逗着他才好玩，杀杀他的嚣张。宁思琪有多嚣张，沈小军是听说过的，那海童和商小飞呢，则是见识过。海童初见宁云初的时候，是在宴会上，他给宁思琪送花，宁思琪为难他，还逼他喝酒，酒水里却放了药的，还是催情药。宁云初当时看不见，他要是真的喝了那杯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要说海童当时知道他是奶奶给战义臣选中的妻子人选，就算不知道，以海童和商小飞的性格，也做不到放任不管，两个人就多管闲事了呀。宁思琪嚣张是嚣张啊，却又欺软怕硬，不敢针对着商小飞这枚小辣椒，就针对着海童。海童虽是战家的大少奶奶啊，但娘家的那些极品亲戚只会拖后腿，最亲的亲姐还是个离婚女人。宁思琪就觉得海童娘家不给力，配不上战印，早晚都会被抛弃的，压根儿不将海童这个战家大少奶奶放在眼里。他的报复都是冲着海童去，结果可想而知了。